气，我来晚。区畜生，胆敢造次！本王定要踏烂你每一寸血肉！伤口竟然愈合了，赤羽枪人血无数。杀气逼人，若是寻常妖物被刺中，伤口愈合极慢。看来这个魑魅不能用寻常方法打败。那么就不能连内部突破。这下你有重创了。什么？这魑魅竟还能战斗！居然可以幻化成人形，此魑魅身中带毒，而愈合能力极强，此地瘴气浓郁又无以久缠，真是棘手。没想到灵界还有这样的好苗子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。只可惜没那个时间了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若要速战速决的话，不能让他再东望西眺。若想对其行动，上来对阵！列阵！作战的方式，竟是一点未变。对付你这魑魅，用不着什么新战术。尔等臣服无能君主，而君主手执仙剑，1000年时间竟被驯服的奴性至此。不如让吾顺势入腹，更好。少废话！
命令。作战！如我君主，杀我将士，我必不饶你！ 魑魅蚁蛛！啊，这仙界怎么就派一个人来？ 行云，雪梨，吃饭了。行云，我想吃你做的饭了。
这位先生，我家王爷呢有婚约在身，您这样恐怕不成体统，要不然还是交给我。您看，军营在哪儿？敢问阁下是何人呢？天外天，止水阁，行止。天外天，天外天。抱歉了，许久未曾下界，于是迷了路。我来晚了。那就不劳万神君，还是把王爷交给在。不用。你还未曾回答我的问题。军营在哪儿？营地在那儿。真有个性啊！来了，干活了。乖。干得好！这水里以后会有鱼吗？自然会有啊。还有2处封印呢，在哪儿？是什么？其中一个就在你们军营练兵台那片土地上。等一下回去，你让将领们回避一下，便可加持封印。另外一个便是牵引虚天渊的金刚锁链，那个锁链就在虚天渊的门口。山顶是木，湖里的是水，营地中的是土，虚天渊前的是金，那还有火呢。五行不全，你这2重封印也很难施展啊。处理好其他2个封印，我自然会去寻找有火的地方，这你不用担心。星矢来到灵界，自然会还虚天渊一个清净。走吧。暴露了。哎呦，我似乎想起来，这避水术在千年前啊，就不一定非要牵手。这避水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。哎呀，年头长了，给忘了。别想了，星云已经死了。这里便是土之封印。对。
那神君开始重塑封印吧。回来。重塑这个封印没你想的那么容易，并且中间不可以间断。你在旁边帮我看好了，我不想有人过来打扰我。谁打扰你？土之封印已经完成。那我们去虚天渊吧。待此件事完毕之后，我便回去王都领罪。三番封印已被重塑，但这里的瘴气依旧让想靠近的人心中沉闷。可想而知，在被重塑之前，这里的情况究竟有多糟糕？真的是一模一样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这儿的情况比我预想的只糟糕了一点点，不过无妨。
会之妻。之前，你与谢伟会征战，被其吞入腹中，已经身染瘴毒。因为你是灵界中人，灵界之人很容易遭受瘴毒的侵蚀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。方才我已经帮你清除了瘴毒。初始的木质封印能驱邪祟、除污秽，帮你稳固内心；而后的水质封印则可清心境、明灵态，助你心定神静。后再以土质封印的浑厚之力，帮你隐去瘴毒。所以，非要我带路不可，只为如此。对，只为如此。属火的封印就在虚天元里面，王爷身上已经没有瘴毒，所以不必跟我进去。刺客回到营地里，整顿你的军队。待此件事完毕之后，我自会回到仙界。至此，不再劳烦王爷。多谢神君，此次相助于我灵界。干嘛呀你？有事说事儿。王爷，您怎么能这样就把神君给放走了呢？神君要走，又岂是我能拦得住的？早说呀，早说我就自己跟神君说了。怎么，不过几天时间，难道你也被这神君收服了？王爷现在说话越来越让人诧异了。我堂堂7尺男儿，岂能有这种想法？末将是觉得吧，王都偶尔受瘴气的侵扰，若是能让神君去走一遭，即便是不施法清除这些瘴气，是不是也能让王都干净些时日啊？你再说了，我都和我媳妇说好了，来看看这锃亮的月亮。末将告退。作甚？如此威武的碧苍王，竟然会害羞啊！
明知道你不在，我却还是眼巴巴的过来。我约莫是有了什么毛病吧？这气息很熟悉。这里可是虚天渊。聪明啊，王爷。那行止神君为何会在这儿？封印已经重塑完毕了，只不过被几只魑魅拖住了脚步。近来几日重塑虚天渊封印，花了不少力气，却一不注意让他们钻了空子。那你可有受伤？这虚天渊当中，瘴气弥漫了多年，一时半会儿我也摆脱不了他们的法术，所以闲来无事，也在虚天渊闲逛。这虚天渊不见天日，对于神君来说，不过是换个地方逛一逛。看来我的忧心是多余的。王爷该不会也在这儿闲逛的吧？我没有这个兴致。我不过是跟将士们巡逻的时候，到了此处，走近了一些，后来被一股怪力给拖了进来。哎呦，王爷竟然也会被拖进来啊！哎呀，现在的魑魅啊，真是越发有趣了。一点趣都没有。神君可有法子让我从这里脱身？明日我便要和上北将军他们回灵界王都。一早他们若找不到我，必定会以为我又逃婚了。彼时，又是一阵慌乱。可惜啊，现在出不去。完了吗？这不彻底完了吗？这么大人做事情也不长长脑子，怎么说走就走，跟我一出门就走？
什么事儿啊？闹的这是，我这命算是保不住了。哎，王爷又逃婚了。上次逃婚，王爷就浪费了500年的修为，还被灵尊关在血祭殿中受罚。你说王爷怎么还敢逃婚啊？哎呀，要我说，王爷这次不止逃婚啊！你看啊，行止神君是不是也没回来？啊，这刚重塑完封印，话都不说一声，人直接消失了。王爷又在这个时候逃婚，哎，你说巧不巧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俩呀，私奔啊？有声点。你看啊，神君和王爷在凡间喜欢的那凡人是不是相似？啊，咱王爷呢，给神君带路，这带着带着，啊，带着，不就那啥了吗？移情别恋，移花接木，感情找到新出路。哎，更有甚者呀，我还猜想啊，猜想什么猜想？你还有什么好猜想的？将军恕罪，将军恕罪，我等嘴碎，愿受责罚。这神君和王爷，岂是你们能够在这胡说八道的啊？恕罪。一会儿啊，你们3个人，每个人给我绕着营地跑200圈。啊！是。等会儿。你们几个把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猜想复述一遍。将军，最开始啊，他俩可能还没那什么，不过一来二去就逃婚了，是吧？在一起了，你记不记得？就前段时间这个事儿，他俩呀。行止神君，我当真没有与你开玩笑。这虚天渊中也不知几时几日，待我们回去，也许上北将军早已班师回朝。向灵尊禀报我逃婚，那我又要挨好一顿罚。若我真是做了这事儿，被罚我也认了。但是，就这么无缘无故的被惩罚，我实在是太委屈了。我像是说谎吗？神君说谎的时候都不像说谎。那我告诉你，这回当真出不去。逗弄我很好玩吗？好玩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总是骗你？你难道不是总在骗我吗？找不到路要我领，避水术放手要失效，什么护法，件件事都在骗人，不对吗？如此说来，倒有那么一点道理。那你没有觉得，件件事，我都是为了清除你体内的瘴毒？王爷，你怎么不领情啊？不知道感恩吗？多谢神君相救之恩，所以，可以出去了吗？真是拗不过你。我本来不想掏出来吓唬你。这是我在处理火之封印的时候，被妖物所伤。他们想饶我清净之力，从而试图减弱封印的力量。但他们肯定想不到，封印已经形成了。即便我死在这儿，封印都不会消失，除非千年以后。虚天渊是1重封印。然而偌大的封印，哪怕是神力，也支撑不了多久。所以，我便随自然之力，取5行元素，即山巅千年灵木，湖中水灵神兽。地下化玉之金石，成囚笼。束缚魑魅于其中，而后成2重封印。
二重封印当中，我又取火之封印，放置于虚天渊当中，使两重封印相互融合。一则令欲破坏封印者，无论从内还是外，都没有办法瞬间破除掉封印，为守护封印的人赢得了更多的反应时间。二则另一重封印则依托山水、土地，吸收自然之力则更为牢固长久。然而，自然之力并非取之不竭之。千年岁月已过，自然之力差不多已经耗尽了，故而我前来此地加持灵气，会使封印更加强有力。二重封印过后，这儿便是以天地灵气相依托，行自然之道，所尽瘴气。所以啊，在我的伤未好以前，我出不去。至于你，之前呢，我已经清除掉你体内的瘴毒了。但是啊，这虚天渊当中到处都是瘴气。你是灵族之人，本身就没有净化之力，并且极容易感染瘴毒。哎呀，虽说瘴毒对你没多大影响，但封印也让你出不去。所以在我的伤未好以前，我没有办法帮你解毒。哎呀，至于你啊，你就说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好？也很快，逛2圈差不多就好了。所以啊，你不用过分的担忧。要是迟了呢，回头我跟你一块儿回到灵界王宫便是，我亲自和灵尊解释解释，想必灵尊定不会责怪于你。血色天地变异三重黄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。林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莫似幻。轻落红尘变一念成王，再度缠绵住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既然恨铭刻入骨的脸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。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再各赴诗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指连诉凛冽的界限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建，如初颜。放心吧。上古神会不会偶尔睡觉的时候，神识落入到人间，化成人形，活了一辈子？或许吧。怎么了？没事。神君偶尔会让我想起一个故人。是吗？与我相似之人不常见啊。可不是吗？碧苍王，于人于物太过执着，不见得是个好事。
沈离，多谢神君指教。先前听闻王爷逃婚一事，想问芙蓉君有何不可吗？都快被墙外人摘秃了的红杏树，敢问神君想要吗？若不是神君乱点鸳鸯谱，本王岂会落到如此田地？还没有问过你，为何要将我指给他？因为，仙君可是觉得水冷了？去给本君拿点吃的。是。仙君，仙君，站住！一身的土，不准脏了本君的沐浴圣地。仙君，方才有灵界的人上来报，说从虚天园中跑出来的师妹已经被那碧苍王给斩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何止是快，小的还听说，那碧苍王沈离战魑魅的那一日，黑气缠身，颜如修罗。他一挥手，手起刀落，那魑魅直接断成2截。他一张嘴，血盆大口，愣生生的将魑魅和血生吃，吃的那双眼睛都是鲜血淋淋的猩红。你过来。哦。他吃了魑魅。他，好像又听说他是被那魑魅给吃了，然后又从魑魅肚子里给杀出来。总之就是浑身血淋淋的，杀气森森的。然后天君还传来了消息，让您去灵界与碧苍王培养感情。准备，快给本君准备，本君要去面见皇爷爷，快去！好。请旨神君月余之前是否下界？不愧是神君呐！你还记得神君重回九重天之日，他交代了什么？若是死后有人询问他下界游历之事，让天君假作不知。当时我还纳闷儿，神君怎么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，而且这要求还有些古怪。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神君这是未卜先知啊！灵尊为何要问神君的事情？莫不是这灵界又有异动？这就难知了。神君既然给我提了这个醒儿，说明他心里已经有数。我们仙界只需配合神君，不要多事就好。这芙蓉与碧苍王联姻，神君定也是自有深意啊。本来我看这芙蓉闹得厉害，想缓缓，可这书信一来，我等必不能打乱神君计划。不可以啊，皇爷爷！不可以啊，皇爷爷！不可以啊！不可！我没有什么感情好让那沈炼去培养的，我就是个没有感情的废物啊！别嚎了，灰嚎得跟杀猪一样。你能不能留点力气，好好去训练训练，增加自己的修为啊？回头等沈炼打你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嚎的声音小一点，不至于这么丢人。不要啊！不要了，皇爷爷！不要说这种丧气话，就你丧气！不许还过来！哼！
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怎么了？病了？来，王君，喝药。这可是你的心头血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芙蓉君，怎么了？幻觉，是幻觉。这日子没法过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呀，摊上这么个婚事，我给你带的养颜桃花露都无福消受了。滚远点吧你！还喝什么桃花露，养什么颜？我命都要没了！你这兄弟，你就知道看我笑话。我黄爷说的对，都是狐朋狗友。别骂我啊！你这亲事，兄弟也不是没帮你想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你快给我说说。你看啊，这联姻是仙灵两界的联姻，你与天君说不通，让沈离去找灵尊闹去啊。可他不是闹过了吗？陶皇也被抓回来了，那就再逃一次呗。何意啊？你到了灵界，就到那沈离面前拼命使坏，让他烦你，对你忍无可忍，他自会去找灵尊闹去。这个主意倒是个好主意，可万一我闹过了，那沈离要杀我，怎么办？你可是天孙，胆子那么大呀？他可真魑魅，你说大不大？你说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神君不是在灵界吗？到时候你见势不对，你就往神君那处躲。你是天家子孙，他不会不管的。他不会吗？不会。哎，不管了，横竖是个死，我得亲眼去灵界看看。再不济，也不能在洞房花烛夜惨死荒草。走。沈离还在吗？是。神君呢？虚天渊封印已经重塑完毕，神君或许已经回到天外天了。神君不辞而别？是。未曾差人去寻过神君。神君高高在上，行踪难觅，我等哪敢过问？遣人去仙界，看看神君是否路过仙界，回到了天外天。是。尊上，探问神君行踪，此事怕是不妥。有何不妥？神君是为了我们灵界重塑封印，我们自然要保他平安回归。你们快去吧。是。神君未曾下界，灵尊信中探问神君的行踪，所为何事啊？神明之意，我等切莫妄自揣度。从今天起，我就去他的碧苍王府作到他退婚为止，
看他还能忍多久。虚天渊里，不知时间如何流逝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目标，也不知行止说的这2圈到底要走多久。若再三询问，岂不显得我太过沉不住气？这个行止神君，来硬的他不接招，软的我又不会，真是不好对付。有魑魅，终于等到一个不怕死的来了。哎，你想不想看一看虚天渊长什么样子？虚天渊不就是一副什么都长得奇奇怪怪的样子吗？自然知道。王爷，这儿的气息会不会让你感觉到毛骨悚然、浑身不适？不然呢？所以啊，待此次出去了之后，千万不要再一个人靠近虚天渊了。杀一只蝎尾狐费了我那般大的力气，而这人谈笑间便夺了一只魑魅的生命，且能在这种地方悠闲自如地散步。撇开上古神的力量不谈，这家伙还真是奇葩。玉器，你不是说逛2圈吗？这会儿你倒是机灵了。你发现2圈没走完？你又骗我！没有，带着瘴气出不来是真的。他的掌心好凉。刚才如若我们不出来，想要再出来就很难了。于是，我动了一点手脚，我施了一个法，但这个法有一点伤身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。这几天又是重塑封印，又是被魑魅所伤，即便是神也有点吃不消吧。他手臂上的瘴气定不简单，所以先前他才没有自己去除。察觉到魑魅要群起而攻之，他才迫不得已施法退去瘴气，强行从虚天渊中逃出。原来，这么厉害的神，也会因受伤而难受。行止神君也爱逞强啊。
神君，你们这是？怎么了？王爷，你可消失5天了，上北将军找你都快找疯了，他以为你又跑了，他现在已经赶回去，向灵尊请罪去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下午。大部队走不了很快，再加上有伤员，更加慢了。或许我们比他们更早回到王都。我现在便回。急什么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。这，你说是我多心，感觉到了点什么吗？将军，我也多心了。灵界都城好生热闹。每次战胜而归，都城的百姓都会用彩旗与欢呼相迎。王爷百战之身，如今依旧对这些欢迎很是受用。受用，很受用。每次看到他们的笑脸，我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有意义。王爷真的很了不起，佩服，佩服。谢谢，来，你给我戴。谢谢。灵尊，上北将军昨日传来了急报。毕苍王于5日前不知所踪。青言，速去。尊上，尊上，王爷和行止神君来了。灵尊，神君大驾光临，未曾远迎，望神君恕罪。灵尊有礼了。之前我就说过，此次下界，我只是为了徐天渊封印而来，本不想过多打扰灵尊。只是毕苍王，他需要一个证人。灵尊，沈离此次当真没有逃婚，我去边界只是为了斩杀魑魅，原本想带上北将军一同回来，但是出了点意外。我听莫方将军说，你此次在战场上立了大功，就当是将功补过，违背王命，我也就不追究了。多谢师父。我听闻你之前中了瘴气，如今可没事了。行止神君已经将我体内的瘴气清除了。多谢神君了。举手之劳。啊，快请。神君，此次灵界危难，神君出手相救，灵界的千万百姓感激不已。灵尊客气了。
神君是否打算回到天外天？我是打算在灵界住上一阵子。虽然千年前我来到过灵界，但也只是匆匆一瞥，对灵界的人情不甚了解。这一次我与王爷在回来的路上，见到都城里面家家户户挂着彩旗，在庆祝虚天渊外的胜利。我深深地感觉到，这灵界与仙界与天外天是截然不同的，所以我打算留下来，好好的感受一下。不知灵尊是否允许呢？神君能够留在灵界是我们的荣幸，只是灵界环境粗陋，臣民彪悍，恐怕会得罪神君。无妨。只是灵尊，你是不愿意让我留在灵界是吗？神君说笑了，我恐怕会招待不周。既然神君愿意留在灵界，青言，即刻安排神君住在宫中殿宇。是。不如这段时间，我就安顿在王爷府吧。沈离乃行军之人，差使之人手脚粗笨，恐怕会怠慢了神君。如今灵界，我好像只跟王爷算是熟人。我还想着请王爷带我好好领略一下灵界的风土人情。灵界没什么风土人情。神君多有得罪，阿离自小在我身边被娇养惯了，顶撞了神君。不如神君还是住在王宫偏殿，清雅之居。我就想住在碧苍王府。论清静，恐怕这世上没有任何地方会比天外天更加清静。我来灵界呢，本就是图一个热闹。碧苍王府就是不肯让我住，是吗？客随主便，即便是上古神，那也……沈离，既然神君想住在此，这段时间，你便要尽地主之谊。神君，接下来我要与阿离商量一些师徒之事，还望神君先去偏殿稍作休息。自然。青言，神君，这边请。灵尊，他耍混，你惯着他做什么？他是神君。那又怎样？莫闹了。神君请。神君何故叹息？羡慕啊。羡慕什么？世间温情。你的身子无大碍吧？已经没大碍了。你府上突然多了个人，是否要加些人手？不要，本来也没想把他伺候好。师傅，我那只鹦鹉什么时候还给我？赶紧拿走吧，吵死了。王爷在闭关呢！别乱动，老实点。是。
是有点长。你不想让神君住你府上，所为何？没什么。可是因为他与人界的那个凡人十分相似。师父，不管是否与他相似，我已决意放弃过去，不会再耽于往昔了。我已经决定接受涟漪，接纳芙蓉君。经过虚天渊前与谢尾狐一战，我已经看清了魑魅的实力。而虚天渊中有如此实力的魑魅数千不止，虚天渊封印比我想象的更为重要。行止神君也不能日日都守在灵界，我灵界确实需要一位拥有净化之力的仙君助我等守住封印。所以联姻是最好也是最稳妥的办法。哪怕他声名狼藉，哪怕他声名狼藉，这吃的都是什么呀？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不说了吗？我已经做了吧？不要做了吧？你会多吗你？不要做了吧？放开我！看我这儿，看着我来啊来啊来啊！阿离，我希望你此次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而不是一味的赌气和冲动。师父，你是知道我的。言出必行。你这次虚天渊走了一遭，的确成熟了不少。早该如此了。再过几日，便是你1000岁生辰了。是吗？我灵界从来不像仙界那般记着这些日子，没想到灵尊你还记着。我当然记得，你所有的日子我都记得。对了，你这次去边界见到虚天渊了吗？见到了。里面的瘴气对你的身体有无妨碍？行者神君已经帮我清除了体内的瘴气。神君对你的身体有说什么吗？什么？我是说，他对你的身体有没有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怎么了，师父？没什么，没说就好。